社红老城门里，薄饼、窝子凉粉、凉面饼子，各种小吃占据着街头巷尾，交织着人生百味。在那儿买饼子买了好久时间了吧？好多年了，我走幼儿园就在买了。好吃啊，他们家饼子最好吃，经常过来吃。从哪个时候开始在他们家买饼子啊？买了 N 多年了。市民们交口称赞的就是眼前这位朴实无华却又远销外地的刘饼子。酒香不怕巷子深，在社红，大大小小做饼子的有几十家，位置都在正街或者黄金地段。只有刘平安将饼子店开在背街上，靠着30年来的老手艺，位置虽不显，却有很多人慕名前来。就是因为我对这个比较专注，我真的用了心得做，我只想把它做好，其他嘛真没。早上5点，天色未明，刘平安一家已经起床开始和面。面粉、香油、白糖、芝麻，简简单单4种材料，刘平安硬是做出了酥香可口的芝麻饼子。冬天的水要烫一点，热天的水要低一点，这有老面了哈。刘平安说，做饼子最关键的地方，一是发面，二是放碱。和面用的是热水，帮助面粉自然发酵。不断的搓揉中，面粉由粉状变得成团，柔软有粘性。从早上5点到晚上6点半，发面、打饼子，重复的劳作要耗费大量的力气，但因为热爱，在别人看来枯燥辛苦无比的事情，刘平安却干得有滋有味。不觉得好恼火，因为我还是那个话，我真的喜欢这个职业，我爱这个职业。我老婆跟着我两个也噻，像辛苦了说不干了不做了，我说我都要做，真是的，因为我就喜欢它。和好的面团要等它慢慢发酵，发酵就要放碱，碱多了涩口，碱少了胃酸。如何拿捏这个比例？刘平安有自己的一套办法。听讲多讲少，反配了起，像海面呀、刀刃西瓜那种刚刚熟了的西瓜那种声音，讲就比较合适啊，晓得不？发好的面扯起来劲道又不死板，略微带有蜂窝状的小孔，一口咬下去充满弹性。刘平安的饼子一共有方酥、肉酥、红糖饼子等6种口味，这其中最出名的当属芝麻饼，又脆又酥，浓浓的芝麻味和着麦香，久久不散。翻2道，对，翻2道把卷上来，卷了过后又把它摊开，又翻1道，晓得不？又卷1道。它那边的蔬菜匀净了嘛，比如这一头是一坨油酥面，那个酥在这一头看嘛，它就比较匀净了，晓得不？它匀净了，它才脆。一提起做饼子，刘平安的脸上不自觉地就带上了笑容。那种最初的饼香味，已经彻底融入了生活的方方面面。我现在记得我学徒的时候，偷了一回馍馍吃，背到老师的，想吃馍馍，我就觉得馍馍香，吃起晓得不？馍馍香，我就想吃馍馍。1989年，16岁的刘平安从农村到了绵阳，原本只是单纯的想混个饱饭吃，没想到饼子成为了他人生重要的符号。就连与妻子何正菊的认识，也得益于饼子牵线搭桥。从我们认识就开始做饼子，我们是也有跟饼子有缘，他做饼子，我卖饼子，我们认识的，认识了我们就最后就一起在做饼子，做饼子我们就接近做了30年了，30年了我们就一直走的这条路，晓得嘛？结婚后，何正菊也跟着丈夫学起了做饼子，夫唱妇随，小两口的日子过得和和美美。25年过去了，何正菊也出师成了老师傅。丈夫醒面，她就帮着和面；丈夫擀饼子，她就帮着上芝麻。刘氏芝麻饼子和其他的芝麻饼子有些不同，芝麻只有一面，
而且不是蘸上去或者刷上去的，而是靠着动作的惯性自己裹上去的。饼子大小有限，多的芝麻粘上去自己就会掉下来，这样分量刚刚好，既不会因为太多的芝麻香味压制了饼子自然的麦香，也不会因为不够吃起来芝麻香味不均匀。没有，我每年是回来就在这买饼子。多少钱？21。你觉得饼子的味道如何吗？好吃啊，味道还比较好。张英是土生土长的射洪人，因为工作的原因，每隔半年才回一次老家。对他来说，刘氏芝麻饼子说不出哪里好，可就是割舍不了。自己吃，然后给朋友有些时候帮他带，比较好吃啊。我妈他们都是喊我这买饼子。从小吃到大，这种味道伴随了成长，也成为了家乡味道的代表。刘平安有个小本子，上面密密麻麻地记录着预订饼子的信息，一天好几起，遇到节假日更是忙得脚不沾地。全国各地基本上都有，像新疆啊、西藏啊、北上广啊，基本上都有。前几天走北京，走几个南充啊、成都和绵阳，走的是最多的。有的带啊，有的寄啊，些都多。每天要接几单，反正就是，反正最多的都有200多个的。反正那确实比较。一锅饼子只有10来个，上面锅炕，下面干烤，20分钟才能出一次。加上前面和面、擀面的过程，一锅饼子要半个小时才做得出来。刘平安带着妻子、徒弟3个人一起忙活，一天也仅仅能做出300多个。发面、醒面、和酥、擀面、包馅儿，说起来步骤不多，考验的却是30年持之以恒的韧劲儿。每天晚上就是腰酸背痛的，脚怕手软的，做了课到啥都不想做了，真的是。累人这个做我们这个也不说啥子，反正但是我们还是坚持下来了，晓得嘛？相当于也就是我们这一生的事业了。